近2年国风玩具越来越多，各个厂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力，就连美系一哥熊猫厂也来凑热闹。这次是 Métis Toys 的虎先锋金山郡，单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是想搭上黑猴的顺风车。包装不同于熊猫家一贯的风格，整体更加简约。正面只有一些文字信息和一把大刀，左下角的火焰元素我们待会儿还会在玩具身上看到很多。右上角的爪痕则贴合本款产品老虎的身份。背面是一首诗：满堂花醉3000克，一剑霜寒14周，出自唐代诗人冠休的《献前上赋》，通过花醉的温柔与剑寒的刚猛形成强烈对比，背后是誉为气势豪迈、刚柔并济的名句。拿出内容物，我们先看头雕。没出货之前，很多人说这次的虎先锋头雕做糊了，但是实物上手的感觉还不错，精细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，整体涂装也在线。虎先锋的头部毛发动感表现自然，口腔内部的细节也有刻画。眉毛造型呈火焰状，凸显神圣威严，驱邪镇煞的神性与力量感，多见于明清时期的龙与宫廷石狮等艺术作品。配件还给了一个龇牙怒目的替换头雕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替换头的牙齿部分确实显得有点糊了。和眉毛一样，虎先锋金山郡的甲胄也借鉴了明清时期的风格，采用了近些年流行的不对称式设计，半身布衣，半身甲胄，看点很足。尤其是腿部还有左臂，造型夸张，雕刻栩栩如生的兽首是真的很抓人眼球。肩膀上这只吞尖兽首是饕餮，面目狰狞凶厉，用来震慑对手，采用吞兽形制，意为吞噬煞气与邪祟，保护穿戴者。结合饕餮本身的形象，双重凶兽意象叠加，更显虎先锋金山郡的野蛮与强悍，这也是官方名称饕餮吞月咒的由来。小臂与小腿侧面的火焰纹与火焰状的眉毛相呼应，除了驱邪的意味外，也象征着虎先锋战意炽烈，杀伐凌厉。小臂的兽首内部还隐藏着一个暗器发射口，可以和之后展示的配件互动。虎先锋的甲胄部分都使用了很软的软胶件，不用担心扎手。多层涂装和自洗工艺将青铜甲的质感表现得很好，兽首雕刻的精度很高，甲胄上的鳞片造型也非常生动。腰部和右手的绑带以及破损的披肩也使用了软胶件，好处是容易定型，能更好地凸显玩具整体的风格，缺点就是不容易掩盖本身的胶感。全身上下唯一的布料就是下身打底的这块破布了。护腰和胸部的带子皮革的质感表现得倒比较真实，上面还有祥云图案的刻画。虎先锋站直了能到22厘米左右，不过还是略微佝偻着背会好看些，和友商的隐士老翁站一起还挺搭，和另外2家的狮子站一起看看效果。虽然甲胄都是很软的软胶件，但还是多少会影响本体的可动。头部双钻关节各个角度都还不错，手臂各个部分就非常美系了，整体表现一般。腰部活动范围倒还不错。腿部受甲胄影响就比较大了，摆姿势的时候需要把护腰往上提一提。腿是猫科动物的反足设计，屈膝45度左右，反足处还有一定的前后活动脚步。脚掌前后活动，所有接地范围都够用。脚掌虽小，但站立性还是不错的。虎先锋身上的大部分盔甲都可以脱，膝盖和脚背的造型件是一体的，不能脱。反足关节比较难拆，小腿处的2件护甲我也不拆了。虽然这个素体上手把玩的感觉很像他家的兽人素体，但大面积覆盖的毛发效果还是能看出诚意的。身上的涂装也突出了真实老虎那种脏的发黄的感觉，黑色条纹的表现也还算不错， DIY 潜力比较巨大。再来看看配件，整体数量不少，尤其是武器。一把牙刺吞金斩，古代多将牙刺做在剑柄吞口，凭借其好勇善斗的本性，赋予武器杀伐之力。
一把虎啸大刀，在包装外额外给了一根红绳，可以根据喜好绑在刀柄上。把附带的连接件安装在背后的带子上，搭配不同的连接头，就可以把两把刀背在背后了。一根短矛，样子做得倒不错，就是确实太短了，拿在手里少了点气势。一对拐，握柄处有虎头装饰。作为武器，拐的起源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，但发扬光大还是在明清时期，是我国传统武器18般冷兵器之一。虽然官方名称是玄铁狼牙刺，但形制上来说，这对武器应该是月牙刺的变种，去掉了两端的尖刺部分，只保留了月牙，有点容易和鸳鸯月搞混。这把三刃飞镰和现实世界的原型区别还蛮大的，原型是非洲古阿赞德人使用的冷兵器，不过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具备近战功能了，造型上也更像是日本动漫里的封魔手里剑。上面提到的所有武器都有战损和做旧的效果，质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要说武器，还有一件奇葩的，一只青蛙。这只琉璃绿蛙使用了半透明的材质，眼睛和腹部还有涂装，看起来丑萌丑萌的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它是一个射出去的暗器，直接安插到之前提到的小臂发射口，这只丑青蛙就被发射出去了，舌头还像动漫作品一样夸张地凸出来。把青蛙当暗器，这恶趣味真是又可爱又搞笑。配件还给了一个水壶和一个令牌，利用同样在包装外额外附带的带子，可以把这两个配件自由地挂在身上。最后是4对手型：握爪、指向、虎爪以及撑地手型。单手撑地也还行，真的会有人给它摆出4脚着地的姿势吗？熊猫家最近的产品似乎每一款都是未出货先被唱衰，轻轨也是，这次的虎先锋也是。我自己到手后反而觉得做的真心不错，虽然确实存在一些缺点，但是某些社群的逢熊猫必踩也多少有点无聊了。任何一家的玩具做得好了夸，做得差了骂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一切都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。为了喷，在没拿到大货前就开始带节奏，就有点大可不必了。好了，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点个关注，大家下期见。